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鲜红，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最终的结果。布衣出身的刘邦，击败了世代贵族的项羽，成了整个天下的新主人。一个全新的帝国，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史称西汉。然而此时的刘邦，并没有得到一个帝王应有的快乐，因为他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一个怎样的天下。西汉的建立呢，是在长期的战乱之后，社会非常凋敝，民不聊生。凋敝到什么程度？那《汉书·识货志》有一个形象的表述，叫做“自天子不能据四臣，将相或乘牛车”。出生的汉帝国贫穷而脆弱，刘邦和他的臣下们非常迫切地需要寻找到一条使国家强大的途径。但是，有效的治国之术在哪里呢？刘邦眼前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这是史书中从未记载过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是谁的大臣来到刘邦面前，向自己的皇帝推荐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这个理念非常简单，只有8个字，那就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这是2500年前老子与尹喜之间的一段对话。老师，何为无为而治呢？难道君主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治理好一个国家了吗？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指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认为，天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每一个社会个体，他都有能力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他是不需要外在的力量的干预的。外在的力量的干预不但对事情不好，反而会把事情弄坏。所以老子就主张无为嘛。老师，君主究竟应该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呢？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动，不然小鱼就会被翻烂了。小鱼很小很嫩，水分很大，你在烧制的过程中，你搅来搅去，没几下子它就烂了。其实无为而治也有很积极的表达，就是顺势而为。所谓顺势而为，就是各种客观的条件提供给一个作为的可能，然后作为者顺着这个情势而实现他的目标。出身市井的刘邦，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拥有极高的洞察力。他认可并接受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汉帝国的未来就在这一刻变得光明清晰起来。汉初这个实行的这个经济政策啊，最重要的是2点。第一是鼓励老百姓去种地，就是恢复农桑，政府要鼓励他。另一方面就是减轻赋税，采取了15税1的办法。用这种办法减轻负担，用减负的办法让百姓的负担主要是农民的，农民负担减轻了，他都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再生产中间去了。
在刘邦的治理下，汉帝国开始慢慢恢复元气，逐渐发展起来。但真正让无为而治发挥巨大作用的，却不是刘邦本人，而是他的继承者，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汉文帝。汉文帝刘恒停止了所有的对外战争，不再大兴土木，更不以任何名义干扰老百姓的生活，让民间贸易自由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日渐恢复，汉王朝终于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祥和景象。日益富裕起来的汉帝国，不仅改变了千万百姓的命运，还让一位女人寻找到了自己一生坚守的政治理想。这个女人就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漪房。这是一个不为时人所熟知的女人，但正是她让汉帝国始终没有偏离发展的轨迹，亦步亦趋地朝着辉煌的方向走去。公元前157年，汉文帝之子刘启即位，史称汉景帝。此时的窦太后也已双目失明。对于她来说，坚持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不仅仅代表了她对过去丈夫的爱和怀念，更关系到帝国子民的幸福安乐。在窦太后看来，无为而治就是要一切顺其自然，让百姓自己发展，而身为统治者，只需要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匡正就已足够，不能过多地干预民间的生活。最高明的统治者，民众只知道他的存在，统治者谨言慎微，不随意发号施令，天下之事自然就会成功。无为和自然应该是一对概念，他们所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那无为呢，是对着统治者或者说执政者或者管理者而言的，要求他们少干涉；而自然更多的是代表的一般人的愿望，表达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窦太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坚定的黄老思想统治者。在她的影响下，西汉帝国继续执行着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并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经过2任皇帝41年的治理，汉帝国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基本思想呢，就是，政府要尽量的减少作为，就是采用小政府的做法，让老百姓自己去处理自己的经济生活，这样农业生产就会得到恢复。因为政府一旦管事儿的话，必然要加重百姓的负担，这是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从15税一变成30税一。《汉书·识货志》中对这段时期有过这样的描述：城乡的粮仓都储满了粮食，各级政府财政都有多余的钱财，京师国库的钱积累到巨万，连串铜钱的袋子都已朽坏。国家储备粮仓的粮食因为太多，
只有堆在仓库外面。大街小巷里都有马，乘母马出行的人都休与熟人聚会。看守城门的士兵都有好粮好肉吃，人人都十分自爱，不敢触犯法律，办事都以义为先。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他的儿子刘彻继位。此时的刘彻年仅16岁，但这是一位充满着雄心壮志的少年。他与垂帘后的祖母窦太后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因为刘彻想让自己手中的庞大帝国拥有与其国力相匹配的地位和尊荣。然而，年轻的刘彻能够如愿吗？汉武帝即位初年以后的话呢，这个时候他的祖母窦太后还在，他急于想推行儒家的这个政策，他重用了当时的一个叫申公的儒生，而且还启用了2个人，这2个人给汉武帝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应当说不坏，但是触犯了窦太后。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说今后国家有大事，皇帝直接处理，不必向太后去报告。这一下子把窦太后给惹恼了，窦太后一发怒，就把王臧跟赵绾罢了官，然后给他们下到监狱中间，要治他们的罪。汉武帝这个时候还很年轻，力量还比较单薄，他还没有力量和他的祖母进行较量，所以他做了暂时的妥协。西汉建元6年，即公元前135年，长安城的未央宫中，年逾70的窦太后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一个黄昏。此时的她本该毫无牵挂，因为一个盛世的帝国已经崛起，大汉的光芒将照耀到四方。但是窦太后心中却忐忑万分，她担心面前那个皇座的主人会用无比的热情将整个国家带入到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公元前135年，一生坚守无为而治的窦太后去世，同时也是西汉帝国统治方针的分水岭。从这一年起，整个帝国的国策从无为变成了有为。被后世尊为汉武帝的刘彻，要将大汉的雄风刮遍四方。在大漠的孤烟中，大将卫青、霍去病3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打通西域，风朗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以北，同时使南方的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使得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以后重归中国版图。汉帝国的威名波照万里，是愁匈奴已被击溃，大汉铁骑所向披靡。皇帝的荣耀与尊严，在一次次的征讨攻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汉武帝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可是，在这一系列成就的背后，
却是一个伟大王朝再也无法背负的代价。《史记·魏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过一次战役的得失。公元前119年，西汉元寿4年，卫青、霍去病两路大军北击匈奴，卫青斩首近2万，霍去病歼敌近7万，但出塞击敌的14万军马，能回来的却不满3万。从此以后，汉朝因为马少，再也不能大举出击匈奴。这个打仗的代价，一个是死人，这个死人一个是战争的死人，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前方打仗，后方要不断的要运粮食啊，运战争物资啊，这个过程中间也要死很多人，所以史书记载是海内户口这个减半，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现在不好说，但是至少造成了国内人口的大量的减少。公元前104年，2师将军李广利奉命出征大宛，全军24万人，回到玉门关的却不足2万人。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汉武帝想得到数十匹名贵的大宛良马。公元前90年，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再次出塞进攻匈奴，结果一败涂地。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汉武帝的这40年的对匈作战，也把从文景以来70多年来的积蓄，几乎在他执政的几十年中间，几乎给消耗用尽了。打仗就是烧钱呐，那么烧钱你肯定啊，从这个军费的开支啊、军饷的开支啊，还有战略物资这些的这个消耗啊，必然就导致这个社会财富的大量的损失。所以到武帝的晚年，国家的财政已经不足以支持战争了。此时的汉武帝已经66岁，他骄傲的内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可是疲惫的国力再也无法支撑新的战争。自此，汉帝国终止了与匈奴的战争，不再出兵关外。刘彻一生追求的梦想，就在这颓唐枯竭的国力中，无可奈何地破灭了。公元前89年，长安城的未央宫里，在细雨中一片迷茫。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在满心的追悔中，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1道皇帝罪己诏，决定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准再随便征战，全力从事农业生产。不过，这道充满诚意的诏书，并不能挽回大汉王朝走向衰败的命运，帝国曾经的盛世无法归来。老师，为什么有很多聪明的君主，最终会失败亡国呢？要想治理好天下，而又妄议施政的君主，他们为什么会适得其反？是因为天下万物不能凭一人的欲望
而有所改变。轻易妄为的发号施令，让国家处于动荡之中，这注定会让君主失败呀。公元前87年，69岁的刘彻，在苦闷与自责的矛盾中，停止了呼吸。他将一生的功过抛诸脑后，任由后世评说。但是，就在这一年冬天，匈奴人再一次入侵汉帝国的边界，给汉武大帝的一生画上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句号。老子在终南山中的生活与俗世隔绝，他可能想象不到，他留下的那5000多个字，会在未来的2000年中被人们反复琢磨。日月风雨，天地万物，这其中没有一件事是神或者人有意识地安排的，但它又是如此的和谐，如此的完美。它来自神秘之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智慧去解释它，只知道它具有着让文明一次次涅槃重生的力量，因为这就是道。